今天的主角是龟头淡水碳龟，简称乌龟。乌龟活动范围比较密，大多数海域都能见到，没有水的陆地也能见到。玩家可以爬上野生龟的龟壳，享受一下乌龟代驾。可能有人会想，既然乌龟背上可以站人，那岂不是可以直接在它的背上驯服 ？Nope。果然太天真了，这龟居然直接来了个360度转身，然后将玩家打下了龟壳。不过就算腿骨折了，问题也不大。乌龟嘛，速度慢，它未必能追上。前期驯乌龟推荐使用麻醉剑，不推荐棒棒和弹弓。流星锤无效。乌龟的龟壳有80%的减伤，尾巴有50%减伤，四肢有15%左右的减伤，所以这里推荐大家射龟头，子弹打在龟壳上也有减伤。机枪炮台也同样。这时候你们是否和我想的一样呢？来吧 ，RPG。好吧，乌龟的减伤对范围攻击的炸弹与 RPG 不起作用。乌龟喜欢蓝色的饲料，其次蔬菜，但我现在只喂得起紫色浆果。淡水碳龟的鞍10级就可以学习，支持骑乘武器，左键普通攻击用嘴咬，右键没用 ，C 键也没用，可以骑在乌龟的背上驯服一些中小型生物，比如说双脊龙、复制龙。珍珠别跑，欺负我跑得慢是吧？虽然慢是慢了一点，但它怎么也要比野生乌龟快那么一点。陆地上虽然慢了些，但一旦它下了水，那也就不一样了，好像快了那么一点点。乌龟没有氧气值，可以潜水。话说又有谁家的乌龟不能潜水呢？然后你就可以骑着它持平这片大海了。左键可以采集浆果，虽然不多，但是至少比你自己采要多那么一点。因为有了减伤的存在，它可以打败许多的中小型食肉龙，但实际上，喂，等等我！乌龟也会被迅猛龙扑倒在地上，然而龟头就这样被迅猛龙紧紧地握住。骑在它身上有一定距离不被迅猛龙给扑下来，但大多数还是会被扑下来的。最后说一下，乌龟驯服速度并不快，新手可以驯1-2只来玩玩就行，但是千万不要爱上它们哟。见到一种生物，外观像一只鸡，也有点像一只鸭，名字虽然带有鸟字，但它不会飞，平时喜欢漫无目的的散步，被吃了呢。它们会发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叫声，它们的眼睛会冒着杀戮的气息，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欺负，它们都绝对不会反手的。可以用拳头锤，可以用弹弓打，可以用木棍敲，也可以用弓箭射，还可以用枪射，甚至还可以用火箭筒。哎，火箭筒就过分了哈！而正因为有了渡渡鸟的存在，才让我们大部分玩家能够度过最艰难的发展时期。前期当你感到饥饿想吃东西的时候，它可以给你肉；当你做恐龙鞍缺少兽皮的时候，它可以给你兽皮；当你被其他生物追捕的这一刻，它可以用身体帮助你。很明显，这一个有些短了。当你在外面嗝屁的时候，它甚至可以做你的出气筒。想要驯服渡渡鸟很简单，只需要用拳头把它打死了呢。渡渡鸟吃紫色浆果，渡渡鸟的眩晕值掉得非常快，可以适当的喂点黑果。驯服后的渡渡鸟可以让它陪你度过一个宁静的夜晚，可以抱着它在海滩四处溜达。渡渡鸟的成长时间非常的短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繁殖出一群的渡渡鸟，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它们那优雅甜美的歌声。我干，受不了了！啊，世界清净了。驯服的渡渡鸟战斗力，没有战斗力，就连一只三叶虫都杀不了。不过，当我们有一群渡渡鸟，就不一样了。
冲啊，嘟嘟鸟们！哎呦，别打我！那些鸟不香吗？别打了！嘟嘟鸟的蛋可以用来做白色饲料，那我们搞一个养殖场也是可以的。总结一下，嘟嘟鸟的优点：容易击杀，容易驯服，新手玩家服役，农场主必备。缺点：毫无战斗力，谁也打不过。像肉食类恐龙，在新手村经常可以看到它们。双脊龙会主动攻击玩家，并且还会朝着玩家吐出酝酿100年已久的龙痰，玩家顿时感觉到厌恶，双腿无力走动。龙痰还可以导致玩家双目暂时性变绿。当新手第一次与双脊龙见面时，一般都会以拳头警告。然而你的医学就是这样没的。不过双脊龙啊，天生小短腿，因此玩家可以很轻松的甩开它们。想要驯服双脊龙很简单，可以用弹弓弹它，也可以用又长又粗的木棍敲它。保险一点，可以用流星锤困住再敲。双脊龙喜欢吃白色饲料，然后就是优质肉，但前期又有谁会有饲料与优质肉呢？所以用生肉、鱼肉就可以了。双脊龙的攻击方式有2种，第一种就是第二种用嘴咬，攻击会有一段冷却的时间。双脊龙体型太小，无法骑乘，不过毕竟是一只肉食恐龙，想必打败迅猛龙还是可以的。被按在地上摩擦了呢。迅猛龙打不过，那三角龙总可以吧？被举高高了呢，那鱼鸟总能打过了吧？好像够不着了，我干，那驯服这双脊龙有何用？双脊龙特别容易驯服，玩家可以轻松的驯10级双脊龙，然后就可以称霸整个新手村了。好吧，作为一个远程射手，并没有对空能力，甚至可以轻松打败一只迅猛龙。3只迅猛龙，牛龙，霸王龙，哦，还行，还有剩下的。双脊龙的外表很霸气，不过它的声音就很奇怪，你们仔细听一听。怎么说呢？感觉像是老母鸡的声音。你们仔细听，像不像喉咙卡痰了？